超級女富豪離奇死在家中，可她的丈夫和女兒竟然各自報警称对方是凶手。隨後警方在现场发現了一根注射針管，初步判定女富豪是死于心脏病发，但死者的女兒却一口咬定是继父杀害了母親，因为这樣一来男人就能继承妻子的巨額財產了。可事實證明兩個人是同時發現的屍體，男人確實有不在場證明，那他為什麼會認定繼父就是凶手呢？原來男人的前妻同樣也是個超級富豪，後來和母親一樣被判定是自殺了，還給他留下了巨額遺產。同樣的情況發生在一個人身上2次，未免也太巧了吧。可你再聽聽這位繼父是如何回答的。他說女兒在精神上有問題，因為妄想症被強制帶入精神病院3次，而且他花錢大手大腳，是個不折不扣的敗家女，所以男人完全有理由指控她是故意陷害自己，好試圖繼承母親的財富。兩個人都有充分的理由，那麼到底是誰在撒謊呢？直到警探雷哥查到了一條關鍵線索，男人每隔2-3天就會來醫院找這位漂亮女醫生，具體是看病還是看哪裡咱也不知道，反正女醫生很抗拒雷哥的詢問，顯而易見這倆人早就好上了，而且女人是一名麻醉師，這也意味着她可以隨時弄到能激發心臟病的藥物。很快屍檢結果也出來了，死者的血液裡檢測出了少量芬太尼，這玩意兒可是比嗎啡強上100倍，案發現場的針管裡就是這東西。更有意思的是，手裡有芬太尼的除了毒販子就是麻醉師，看來結果很明顯了呀。雷哥馬上找到了醫院負責管理藥物的黑妞，可這娘們非說自己的工作十分到位，從沒有丟失過任何藥物，一般給需要手術病人配置的芬太尼都是剛剛好的劑量，所以女醫生不可能偷偷減量，因為那樣的話病人會提前在手術中醒過來。似乎一切都聽上去很有道理啊，但雷哥還是發現了貓膩。你說會不會有這麼一種情況，比如藥物已經準備好了，但病人剛推進手術室就掛掉了，藥物根本沒來得及用上。果然黑妞仔細一查才發現，前幾天確實有這麼個情況，而且藥物並沒有被女醫生還回來，看來真相已經浮出水面了呀。接下來雷哥採取了上門談話策略，可讓人意想不到的是，那位繼父先生就坐在女醫生的家中，這下好了，也省得等會兒再跑一趟抓人了。可女醫生態度強硬得很，那是因為她完全被男人蒙在了鼓裡，男人騙她偷出芬太尼只是說要自己減緩腰疼，可沒說是要害死富豪妻子呀。女人被他耍得團團轉，差點就變成了男人的下一個目標。得知自己竟然稀里糊塗地參與了謀殺，女醫生趕快撇清了他們之間的關係，本以為自己釣到個有錢的老男人，看來是他想多了呀。這下男人至少被判入獄25年，他只能在監獄裡找個有錢的獄友了。最後的最後，敗家女繼承了巨額財產，那麼你猜他會不會和母親走上同一條路呢？關注巨石，明天接着講。